好朋友嘛，聊聊天耶！我是哥哥刀神，我是妹妹丹。对，今天还有一个常进人士，百顺，我男友，欢迎。他不能露脸。大家好。什么东西？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个话题啊，对这话题是由你们那边诞生出来的。没错，就是婚前应不应该同居？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在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之前，已经先同居了。没错，但我认为啊，婚前同居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也觉得有必要，因为呢，很多人生活习惯的问题，或者是住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发现一些小毛病啊，所以他一定要能够住在一起嘛。那你也是这么认为，我也是这么认为。但是为什么今天会多一个叫百顺的人呢？因为百顺觉得不用先同居。来，百顺讲一下你的观点。是啊，我觉得婚前不用先同居的意义就是，我觉得在一起到结婚之前，已经可以观察对方的生活习惯。对，所以我觉得已经观察好了，就应该在婚前适应他的生活习惯。所以呢，婚后应该是，就婚前应该不会去做这个，不用特别去做这件事情。但你知道，我有个朋友，是他们两个人恋爱将近快10年了，他们也都住在一起，但他从来没看过他女朋友卸妆的样子。我觉得有2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他在交往的时候就装着，然后到婚后也装着，这是非常厉害的人。另外一种就是在交往的时候装，但是婚前就装不下去了，就会导致婚后没有试婚的话，就会很辛苦这样子。对啊，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是要婚前要先试婚先试同居啊，所以你被我们说服了。不是，这样这么快结束了我不用的是因为我个人啊，是我个人啊，你个人认为不用，认为你可以一直装下去就对了啊，不，你可以接受他装得很好就对，也不对。我没有装，应该说他的观点是因为，如果他爱我爱很多很多的话，我不管变得多邋遢多脏，他都可以接受，是吗？百顺？是的，就是没有期待就不会有伤害。但你知道这个爱这个东西是有可能减弱或者是转移的，那有可能一转移以后，哪怕你在家里不穿拖鞋，我都觉得你给我去穿拖鞋，对，都有可能啊。那这个时候不就变成是借口跟理由要吵架了吗？对，那是一般人都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在我身上是不可能。他这招很屌，他这一讲说我不可能，话题结束了。我跟你讲，那今天我们还是要拉到一般人的话题，就是我觉得一般情侣一定要在婚前同居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你婚后是自己住，我们适应老公的一些生活习惯，我觉得 OK， 因为就像百顺说的，就是可能有爱，爱可以包容一切。但是我哥也是很棒的提醒，也有可能这个爱因为生活条件的不同等等状况不同，可能会减弱。像家事就是一个部分啦，家事就有够吵，可以吵。那第二个就是经济问题，租房子买房子，柴米油盐酱醋茶是要分配，甚至还有小孩是要分配。这个我们不可能无缘无故就有一个小孩，但是前期该有的生活的负担，这个就是要先试试看清楚这样子。当然啦，在爱在的时候啊，你都可以包容一切，愿意为对方付出。这种爱跟这种付出，一定是一个非常完美饱满的状态才有可能。可是他总有一天会有一种稍微减弱，或者是我今天就是累，我就是不想要包容，一定有这种状况。可是这个东西一出来的时候，对方就会觉得啊，你以前都可以，为什么现在不行？对啊，这中间就开始在争吵，而这个争吵只要一出现以后，后面的东西就是对啊，怎么样？我现在就不行，哪怕我现在 OK 了，我也不行了。这个事情是很难被取舍，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最坦白的暴露出来，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算了。那不可以，大家还可以当朋友。但是如果等到后面要再去做不可以的这个动作，就是离婚。那离婚你要知道多麻烦哦，要跟对方的父母讲，要跟所有人昭告天下，然后有孩子还要来画孩子是谁，这变得很麻烦。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很多时候的麻烦啊，最好一开始就先麻烦，前面越麻烦，后面越省心。但如果越后面才要来面对这些麻烦，就真的很麻烦。一个离过来人，对，离过包的过来人，离过大概太多了，是不是？大
我还有另外的点，就是如果你婚后呢，你知道你婚后是要跟男方的家人、其他家人一起住的话，你更要试婚。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跟你的未来先生是有爱的，但是你老实说，跟对方的家人可能接触的时间还没有那么长，你不可能有爱跟包容在里面。那刚开始我们进入人家家庭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变成一个算一个海绵吧，人家给我什么我就吸收什么，所以就是慢慢，如果真的没有那么合的话，你会累积很多的委屈，可能会很多的不舒服，到最后也有可能会引发你们分手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所以如果婚后我们必须要跟家人一起住的话，这个试婚同居这是一定要的。跟家人住在一起的这种婚姻方式啊，应该是双方都去对方的家里住过一段时间，因为比如说他到你家住了一段时间，他就可以感受到他住在你家他的不舒服。哦，懂。那你再去住到他们家的时候，你也可以感受住在他家，他就可能够感同身受。那在这里的时候，就会变成是大家会明白这个角色该怎么分配。比如说他住在你家的时候，你的角色的分配就会变成是，哎呀，对你成为他跟家里之间的桥梁。那你去的时候，他就要变成这个桥梁，因为这是无可厚非要去做转移的一个角色转移的一个动作。对你这个方法不错。是啊，其实一直都是可能看一般谈恋爱就会觉得看哪一个家庭环境比较好住，我们可能就顺着去住，但是我们都没有想过，应该也要反过来去试试看别人家住，然后有一个感同身受的一个感受。你最简单的例子嘛，比如说过年，现在要过年了嘛，那过年有时候可能男方要去女方家，回娘家嘛，可能住了2天这样。如果在那2天之内，男方会觉得哇超不好受的，那你就应该让他知道，我可是在你家365天啊，也不好受。365天的不好受，它就是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感情啊，就是2个人互相。那在同居的时候，其实就是互相。如果我负责赚钱，那你就负责打扫家里，不一定是这样。我只说这是之间协调好的一个平衡点。对，或者是我们2个一起付房租，我们2个一起打扫家里，分配好，它也可以。但是重点就是因为这个家就像是一个公司一样，2个人一起经营这家公司，那每个人都要出钱出力嘛。如果这个公司里面还有别的股东，那就是协调一下大家怎么合作嘛。大概就是这个过程啊。所以我认为婚前住在一起其实是有好处，只不过有一些事情是大家可以去找到平衡点的。白顺觉得呢？你该不会在这被我们说服了吧？我还是觉得不用。爱可以战胜一切。可是如果生活习惯跟你妈住，然后我生活习惯很糟，怎么办？你妈私底下跟你讲说，你老婆也太脏了吧？这样，请回答。我觉得你已经把自己暴露在荧幕底下了。没有，因为我跟百顺交往，我就是非常的自我的一个人，我就是非常做自己，怎样，我平常是怎样，我就在他面前是怎样。走路走一走，忽然就会想尿尿，就直接脱裤子就尿了，对。没那么就是我比较做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啦。好，百顺，我在想，如果以后我的小孩娶了一个老婆进来，他的老婆不管生活多脏多乱，我也不会讨厌他，因为他是我儿子所爱的人。哎呦，好伟大，真的，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伟大。我觉得应该的，这真的是。但是这个有个 bug， 就是这是百顺想的，不是百顺的妈妈想的。不，如果他真的是这么想。那他就负责要去协调这些事情，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啊，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一样的个性，我们现在提出的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那他提出来也不一定都适合，而且从我的角度来看呢，爱这件事情是流动的，有一天可能会流走，有一天流光，也有可能像瀑布一样一直流不停，也有可能，但关键就是只要爱都在，但爱如果不在，没戏唱了。对。白顺有话说。我觉得如果变成像你这样说的，就是一开始是很 OK， 然后之后爱流掉的话，就没有资格去聊这个爱情跟爱这个女人，所以就可以分手了，对不对？我也是觉得，我觉得当爱不在的时候啊，就好好的告别。真的，因为我觉得到现在，就传统的观念都认为离婚是不对的，但我现在的观念都是，如果2个人真的不相爱了，硬要把这2个绑在一起，才是造孽。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像这种情况之后，爱会流失，然后会争吵，达不到一个平衡的话，
就算了。对，因为这种不管到就是在跟谁交往都是这样的状态。对，我觉得不是要找最有钱，也不是要找最帅，是要找一个爱你更适合你的人。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后我们要给大家一个总结啦。我认为啊，恋爱的时候要实际一点，结婚之后啊要浪漫一点。在恋爱的时候啊，必须要实际一点。对，就是所有东西都要让对方看见，因为恋爱已经在一个梦幻的泡泡底下。对，这时候你再把生活习惯用一个梦幻的泡泡包在一起，那最后就会戳破，戳破就很难看。结婚之后啊，要浪漫一点。为什么？因为有可能你要住到别人家里去，那住到别人家里一定就是很多现实的层面的东西会出现，或者是你们两个搬在外面住，有现实的层面要出现。那这个时候，浪漫其实就是这中间最好的润滑剂。好，那我觉得这就是相处之道吧。我觉得，毕竟哥也是花了不少学费的。你也是恋爱词典啊。恋爱词典啊？为什么词典是这样的？很多页可以写啊。对，好，如果今天你对我们的内容啊有任何想法或任何意见，请在下面留言给我们。好，那我也欢迎你们可以持不一样的意见，或者是倒赞都可以。我觉得啊，我们都是一个很欢迎大家讲出真实想法的地方。那今天我们的内容就这样，好，下一次我们会再聊什么呢？再跟大家讨论，好不好？拜拜。